各位观众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很高兴又跟大家再见了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理财片的进阶玩法，这个是非常适合基数很大的朋友，我觉得新手朋友呢也需要去了解一下。今天更像是一个科普视频啊，不是投资建议啊，也不建议大家去尝试。不过底层的逻辑我们还是要搞清楚。我是在前几天看到一篇通过杠杆账户放大 USDE 的收益的小 tips。那么根据币安 USDE 的最新活动规则表明，在杠杆账户当中，作为抵押品的 USDE 可以享受到 1.2 倍的奖励加成。那关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其实就是说，我们把手上的 USDT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币转换成为 USDE 放到我们的合约仓位当中，不需要开仓，只需要在你的合约优本位合约当中保证金有你的 USDE 即可。并且这次没有金额上限啊，理论上来说，投入的越多就会得到越多。那我刚刚说的这些呢，也没有瞎掰啊，它是明显说明了在优本位合约账户当中使用 USDE 作为优本位合约的保证金，那么可以享受到 1.2 倍的奖励加成。具体详情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不过我们今天涉入的话题就是它这里呢有一个图表，然后以及是各种的教程。那这个教程具体是在说什么呢？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此篇内容大概的意思就是，可不可以使用相同的资金去放大这个理财的钱，同时吃到别的项目的理财收益呢？答案是可以的。打开币安 Web3 钱包，我们在下方选择到发现的标签页，然后这里呢选择到第一个 list 到提供 U 和 USDT 流动性，就可以瓜分这样的奖励啊。那我们来到这个平台当中呢，今天就是只是给大家讲一下底层逻辑啊，不是让大家去这样操作，并且呢已经操作不了了，它的剩余可借 U 的话已经只有 0.63 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啊，这个产品呢是质押自己的 USDT 借出 U， 然后 USDT 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币，但是 U 呢也是稳定币啊。那这个东西的话，在币安交易所也是直接可以搜索到的，所以这两个东西呢都属于稳定币的概念。当我们进来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几个参数，一个是抵押物的收益率，一个是借贷的利率。抵押物的收益率是什么呢？它是需要自己去质押 USDT 然后借出 U 的这个产品，当你把钱存进去之后呢，平台是会给你一定的年化收益的，也是相当于一个理财。那这个年化收益呢，目前是 9.61% 啊，像前天刚看到的时候呢，可能是 22% 或者是 24%，很高很高。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，一定要使用币安的无私钥钱包，因为只有币安的无私钥钱包才会有 9.51% 的加成啊，不然的话是没有这个加成的。那这样子的话去借贷它的意义就不大。然后这边的借贷利率的话又是什么呢？它是把 USD 质押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吃到的年化收益。但是在你吃到这个年化收益的时候呢，可以借出 U 这个代币来，你就需要去支付 2.5% 的年化利率。这个我觉得还好，因为目前相较于抵押物的收益率来说的话，还是可以覆盖掉这个借贷利率的。这样来的话，你还是能够吃到 9.6 的话减去 2.5 还 7% 了。因为现在在这个平台当中已经没有 U 可以借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过一遍流程，这样你更加能理解底层的逻辑。然后在这里呢，点击一下管理我的借款，首先连接好自己的钱包，连接完成之后呢，点击到任意比例，将我们的账户当中的 USDT 存入到这个平台当中，那也就是相当于就是进行到一个存入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存入1万的话，就比如说当前账户有1万，那我们大概可以获得到9456颗的 U。这个就是这个代币啊，那这个代币会体现在哪里呢？体现在资产当中。那它就跟我们之前参与的 PrettyG 是一样的性质啊，就是会给你一个类似于就是 Key 的凭证，就给到你一个 Key 的凭证嘛，然后就代表着你拥有这一个币。我觉得就不用说太多，应该大家都能理解啊，就类似于这种凭证。那么我们一旦有了这个凭证之后呢，将它发送到我们的交易平台当中。那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，就是说你的交易平台当中就已经体现到了这个 U， 对吧？然后我们再相对应的点击一下交易，选择杠杆，杠杆的交易对变成 USDE 和 U 这一个杠杆交易对，一定要是这个。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借和还，这里的话就会出现手动借款，手动借款的话，我们要借的话是 USDE， 然后这里呢就搜索 USDE。我们刚刚划转到当前账户的那个 U 就可以变成抵押品借出 USDE，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进行到一个就是反正就确认嘛。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，因为是使用杠杆啊，只要是提到杠杆使用借币的时候呢，它就一定存在风险，所以你的杠杆倍数的话要调小一点，这个的话一般来说没有太大问题。但如果你贪心把它调到很大很大的话，那这个东西就是有问题的。风险系数这一块呢，我觉得还是要理解清楚的。
一旦有什么极端事件 ，USD 插一根针，贷款的话就会直接炸掉。虽然这个几率不高，但是循环贷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风险，自己能不能够承担。那也有一些观众也会说，为什么借出去不直接买 USD 呢？因为 USD 有溢价，如果你直接买的话，可能会亏3到4天的利息，这个灵活比较重要。可能你和我一样会比较好奇啊，那我怎么知道现在买进去是不是溢价状态？你看这个 K 线嘛，你觉得它现在是不是溢价？肯定是溢价状态啊。等这个活动结束，你再去看一下它的 K 线，一定维持不了1的，一定是降到0.99几的。你乍一看0.99几和1.0011区别不是特别大，你买你就知道了，你就拿1000你就拿1000去算就好了，直接就是损失几十刀啊。如果这还是1000啊，那些大户的话都是可能就几万或者10万，你看他们损失多不多啊？你很有可能就是参加这个活动啊，就是说因为溢价的问题啊，就是说你的得到的跟你失去的就一样多，甚至还会亏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就可能，也是今天这个视频的初衷啊，就是说告诉大家，就是现在会有这种循环贷。然后这是目前相关的内容。不过呢，其实我们上述讲的话是离子道当中去进行借量，它这里讲的话是使用到 USD 作为抵押，然后借出50%的 USDT 存入到 USDD， 因为现在币安的话也有这一个活动，也是在币安的541钱包当中啊，这里的活动就是使用 USDT， 然后去进行质押，可以得到 USDD， 然后呢每日可以瓜分这样的一个数额，剩余的话11天。然后这是大家可能目前正在参与的一个。不过呢，我其实今天讲述的话都比较适合大户啊，就可能我们这种散户，因为手上资金比较少了，那使用钱生钱这个理财呢，其实不是特别友好，因为本金太少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今天讲述的视频内容的话，只是为了扩大我们的收益率，就可能原本的年化，因为会随着时间或者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，投入的金额越来越大，导致我们的年化收益率变低。那这样去做的话，就是无非放大我们的年化收益率。那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今天只是作为就是科普分享，告诉你有这样一个循环贷，有这样一个就是功能，不是建议你一定要这样操作。当然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我觉得也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的。那我们只是抛这个砖，那最终它会不会变成玉呢，就要靠各位了。另外呢，不是所有的活动都是稳定可靠的，一定要认准币安这个交易所的大平台。那另外呢，有它的活动加持的话，一般来说项目方都不太会就是 rug， 因为有它来兜底嘛。那当然也不是说有它来兜底就一定不会 rug， 那说白了就是看人了，就是该走也会走的。那这就是以上关于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还未注册交易所，可以通过我们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同时，还可以参与新人福利、数字盲盒、体验金的奖励。另外，如果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的观众，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指标平台当中申请解锁 SYP 权限。该权限的话，可以让我们在指标平台当中观看任何想要看到的数据信息，帮助各位更好的发掘入场机会。也可以凭解锁的 SYP 申请我们仅为会员开通的 Telegram 群组。这里呢是专属的信号群，我们会每天分享开单信息，支撑阻力点位，清算关键位，让各位的收益更加透明化。另外提醒一下各位啊，市场阴晴不定，还是要敬畏市场，减少开单，保护我们的本金。那我们的指标平台同时开设了独特的空投机制，每天打卡以及观看视频均可以有经验值的奖励。这些经验值的话，都将作为日后的空头凭证。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头计划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针对我们指标平台升级，可能有部分观众也在 SYP 掉线了。我们在 T 区开设了关于指标平台的客服群，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，我们会耐心解答。感谢支持。又有一位观众跟随我们的 AI 策略，把脱口亏的钱赚了回来。AI 策略真的很好用，它会超级人性化的告诉你现在进场合不合适。如果你要进场，入场的点位它又拿捏得很准。如果想要更为详细的短期开单策略，可以通过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进入到 Telegram 群组。这是我们基于 DeepSeek V3 最新数据开发的专业加密货币 AI 模型，投入了大量时间成本，旨在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。目前频道的话免费开放，后续进入需要进行付费。具体使用的方式可以参考我这支影片。在这里呢，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，在这里呢是分享有价值的内容，真实的交易记录。那自己呢平时也多花点时间去币安广场发帖子啊，互动啊，感觉很可能会是下一个趋势了。